大概主要是2个部分啊。第一个部分是自由形式，老师要带你们做一些立体的 ID 造型、曲面方面的东西。你们可以利用里面的自由形式，就自由拉，自己拉。因为一般 ID 设计都是自己拉嘛。好，那他今天可以透过一些基本的图源，然后上面的点或面的移动，可以让你拉出一个你要的形状。那当然了，在这个之前，你必须要有一些美感啊。你要是画出来的东西是没人要的，当然就没办法。你要一些美感，好，你可能要去看看书画的东西，可能要看看人家设计的作品，可能要很多东西，好，拉出来的东西人家觉得漂亮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自己要具备这个能力，然后有这个功能，你就会拉出一些东西来。那老师也不够好了，因为老师也不是科班出身的哈，所以老师也在训练中。好啊，你们也要训练。好，就说老师以前跟你们讲过，你设计一台机器非常好，一个产品非常好，性能非常好，可是呢，远远的看，人家就不会看到它，那你就没办法让人家 enjoy 你的好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那个外形还是很重要。好，这是一个。所以第一个部分是自由形式，让你做一些造型设计。好，那我们初步大家拉应该不会太难。好，第二部分就更重要了，因为我们现在有太多的什么产品，不管是3C 产品，不管是手机，不管是各种产品这样子哈，这种产品大部分都是塑胶件，有很多塑胶件的设计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会塑胶件的这些特征。那 Inventor 这一块有这样的一群的特征，那老师今天就要把这一整群的特征怎么样，就让各位这样跑一趟。那跑完一趟不是说学完就算了，同学就要开始找一个相关的东西，把它设计一个，或是量出来直接量测去做一个立体这样子。好，然后是这2个部分。那同学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萤幕，先拉过来哈。萤幕上啊，我们就是要告诉各位，今天的特征是4月21号这边应该可以告个段落啊，全部告个段落。然后老师已经在数位学习系统里面放了一个 Excel 表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哈，有同学应该有看到，所以同学已经养成习惯，大概礼拜4老师就会丢一个东西出去哈，有没有养成习惯？有没有感觉到？有，应该有哈。丢出去以后，你要开始先看一下，先感觉一下，上课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哈。那上面 Excel 表上面有很多的表格。那我们在今天讲的这两个部分之后呢，就是大家要做一个作业咯，这个作业就很大的作业咯。好，那大家要跟你的专题要连接在一起，那你的学习就会很好。好，要记得这个事情。好，那今天要把特征技术讲完，那老师会再想办法补充这个钣金跟焊接，把后面技术再拉快一点。好，那同时也跟各位讨论一下乐高小人物这一块。好，那今天这个第2个主题是塑胶件的设计这个部分。好，那这个部分呢是这几年来哈，大概4年还5年前的软体才开始有这一块这个模组哈。那这几年来你们学长姐都还没有学到，所以你们应该是第一个学到的。那第一个学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2年级的时候你就可以教你的学长姐，其实是很不错的哈，是很不错的。但是你要好好学才有用，不然你没有学就没有用哈。所以这次好好学，然后我们弄个题目好好做，然后回去就可以教你的学长姐。好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看这边，我们要做的是这样的一件东西。这件哈，其实也没什么意涵，只是把它塑胶件的6大功能全部把它放进去。那这6大功能其实很重要，但各位在设计的时候，尤其现在 3D printer 已经很熟了哈，很好，很多了哈，大概2万块就1万块，甚至1万多块就可以买一台来做。虽然没那么精密，你就可以自己画图，自己把它印出来，然后卡进去，模型就出来了。用卡的哦，不是用锁的哦，用卡进去就 OK 了。这塑胶件的特色。然后它有纯2个合在一起，这个都可以做的哈。那这个零件大概就是长相是这样子。那各位可以看得到，老师这边有几个做法。第一个，上下这个它是可以，这边有锁螺丝，可以螺丝锁进去的。好，这是螺丝可以锁进去的。那为什么上下是螺丝锁进去的呢？就是希望它的结构比较强壮这样子哈。那结构呢比较强壮的时候锁好以后呢，左右各有一个，因为老师用半剖视图哈。如果是全剖视，是这样子，左右呢就是把它怎么样卡进去就结束了，要拔就把它拔出来。
那通常还有一个设计是怎么样？卡进去是可以卡的。那更厉害的设计是什么？拔出来会怎样？拔不出来，为什么？当然要你拔不出来，因为我是卖这个产品的人，对不对？卡进去是什么？我要卖这个产品，让它很牢固卖给你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没事去拆里面要干什么？你是买这个东西来操作啊？你没事拆里面一定有什么？一定有什么企图，对不对？啊，企图其实有时候是好事啊，企图心高是好事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我说你有企图是什么意思？是你一定想做坏事，干什么？抄我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往那里拔起来的时候就不保固了。不保固什么意思？你拔起来一定会坏掉，就让你拔不起来。所以也可以这样设计，让你拔不起来。要拔起来呢，只有一个做法是怎么样？砰，坏掉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这个设计上是有这样的，你也可以做这样的设计。那老师这边的设计是两边呢是怎么样？是可以卡进去可以拔出来的，那个设计有点斜面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两侧是用搭扣的方式，上下是用锁固的方式，上下就是一定让它不动，就这样子。好，你要想象这是一个什么东西，随便你想象，也许是一个芳香剂，什么一大堆东西都可以哈。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部分。好，那请同学哈，接着跟老师一样哈，老师荧幕现在我站走了哈，先跟老师一样，先做一个基本的零件，都准备好没？这现在要做的是自由形式的，建立自由形式的部分，每个同学现在是个别的，一个自己做就好。现在哈，塑胶件才是一团一团哈，现在是自己做，每个人都开一个零件档，都好了吗？好，做完之后呢，老师就希望你们，老师操作完以后，你们要开始练习一个，自己设计一个型，比如说你设计一个，蛋黄哥只是蛋黄而已嘛，对不对？没有什么特别造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什么卡通或玩具，它的造型很特别，很曲线，很怎样的？你去想一个你喜欢的，等一下就要上网赶快找一个头或一个什么形或一个手，好来做哦，好，准备好了没？你赶快，动作要快一点。那同学的零件都开起来了哈，新的零件档就跟老师这样的画面一样，都开起来哈。我们一般在开始第一步要做一定是怎么样？进入一个草图，画一个草图，对不对？然后让它挤出啊、回转，这最基本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大家已经这是太熟了，熟到不知道怎么讲了，对不对？太熟了，现在哈。可是现在呢，我就不需要这样做。好，我的做法是，我直接去产生一个这边有个叫做自由形式。好，老师先操作好了，再跟你们讲哈。这边有个自由形式，它底下有几个自由的基本的形状。如果同学还记得 AutoCAD 里面 ，AutoCAD 我们在轻班里面虽然没有讲到 3D， 因为老师希望把 3D 拉来这边讲，华班也许讲到 3D 的部分。不管怎么样 ，AutoCAD 里面有个 3D， 好 3D 的部分，它叫做基本的实体。基本实体有哪些？哈，看老师过去的讲义或是其他地方的资料。方块、矩形体是一个基本实体，对不对？各位想是不是？矩形体，圆柱体是不是？啊，也是基本的形状，对不对？圆球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圆锥也是，好，角锥有矩形体就有角锥嘛，好，角锥，还有一个叫做甜甜圈，虽然现在10点多还没有肚子，甜甜圈也是嘛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基本实体。那基本实体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，荧幕上看得到，这些都是它的基本实体。好，那我们先做一个基本的，比如说方块，好，我们建立一个方块。方块在建立的时候，它就帮你定义这个方块的矩形体，它就是一个矩形体。哈，矩形体呢，它的长宽高，假设你接受它面的数目，因为一个东西如果是一个网格化的话，就变成有这样的情况。假设我这边面的数量这边是4个，然后呢宽度是3个，好，表示我这边是有很多个网格。你就想说，如果一个矩形体它的长宽高各是由两个部分构成的，那这个矩形体其实是由几个矩形体构成的？是不是由长宽高两个，是不是2乘2乘2？是不是8个矩形体把它装在一起？8块东西装在一起变成一个大的矩形体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8块。那你现在看到的是4乘3乘2，就是24块的意思，勾在一起。它们之间一定有接缝、接的点，那个端点。好，那这个好了以后呢，我必须要找一个面。好，找个平面来做这个东西。
找完以后呢，我要找一个点，好，那它产生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矩形体，各位看看是不是长度方向是不是由4块构成？高度方向是不是由3块构成？深度是不是2块？好，以现在的角度看，还有一个呢，我希望它怎么样？置中，有没有？往上下左右都是置中。好，尤其这种动画，建议你尽量这样做。好，置中好了以后呢，我还要做一个动作，长度对称。长度对称意思是说，以后我在做修改的时候，它的长度方向，比如说我修改这个点往上拉，这个点就怎么样，跟着往上拉。这样的有什么好处？两边是对称长的，懂不懂意思？好，你可以设定长度对称。好，这样子就设定这个，其他没有对称，你等一下可以看它的效果。好，我们这样做好以后，这个矩形体 OK 了，做出来的。但是各位看看，它还是在这个自由形式的编辑的模式下，还不是一个实体哦。你看看上面的那个 Ribbon Menu， 它还没有完成编辑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是在编辑状况。好，那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点它的这个点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准备编辑的动作。假设我们编辑它的形式，编辑它。这边是一个点，我用最基本的点就好。点，来，我们编辑这个点，好，它就出现了这个 XYZ 的坐标符号。出现出来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去拉它什么？让它比如说往上拉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呢，往这边拉。好，那我们看看它的效果，已经是一个什么？比如说你要做一个，那叫什么？潜艇或是枕头，枕头对，很好。最近太空枕啊，现在都做太空枕，对不对？很好哦，大家很有概念哦，哈。枕头，然后再来拉这个，往这个方向推过去，对不对？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往下拉过去，对不对？枕头真的是枕头，对不对？已经想睡觉，对不对？不行哈，我们要学习哈，现在不能睡觉哈。好，这个好了以后呢，是不是开始有一点点枕头的样子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真正的设计这边还有什么？还要怎么样？还要往下拉一点。这边呢，往下拉一点。你发现什么事情？我们刚刚有做什么动作？做长度方向对称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一起拉。如果没对称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呢？你下次要另外再拉。结果怎么拉？就感觉好像对了，可是实际上绝对不对，差一点点，差很多。好，这样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做一个确定动作。确定动作这还是在编辑状况，还没有完成。完成了以后呢，我们做一个完成自由形式，它就变出一个实体出来，实体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动作？我们以前做的东西都又开始可以用了。用什么？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一个薄壳，对不对？薄壳呢，我就是怎么样？假设是一个3个 mm 的薄壳，我没有选东西。好，一个 mm 好，那可能是做不出来啊。好，可能是曲面的关系做不出来啊，没关系，应该可以做出来啊。不相信。好，1 mm 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1 mm 出来以后呢，我们再做一个分割，对不对？分割，好，假设我把上面的这个分割掉，好，两边保留。好，确定。好，是不是2个实体的？上次才学的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把这个颜色怎么样？改一下。不要生锈。是眼花了。用什么？蓝色好了啊，金色好。你们都知道老师要选什么。好，这个呢就来一个。然后这里面选开放，好，红色，好，那再来这个好了以后呢，我们可以做什么事？把它可见性关掉，它是一个曲面，空间中的曲面。好，如果你的乐高小人物你要帮它做一个裙子，你要帮它做一个一个帽子，一个鸭舌帽，一个什么东西，可不可以做？
可以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要记得同学在做的过程里面要做什么事？这个地方你要尽量留什么平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还可以做什么？编辑草图，在这个地方，然后可以做什么事？可以在这里做一个，比如说我在这里没有端点，好，比如说我在这里做一个圆，然后呢，把它做一个修剪的动作，对不对？再修剪，再修剪，然后完成草图啊，我继续再编一个尺寸，假设是3，好，还是一样要记得尽可能的怎么样，要它怎么样完全约束哈。那我们做这里水平，不行，换垂直，也不行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画线。草图，好，完成草图过来，我们先这样做，然后这边就可以做一个什么挤出的动作，这个地方往另外一个方向加料，比如说这样子，你可以再开始做一些其他的设计，有没有？组装用的设计，懂不懂意思？比如说这个是什么？乐高的那个要准备塞到圆柱的那个方块。你就可以做方块，就是做圆柱的孔或洞，你是不是就做这个？你的零件就可以开始设计出来了，而且是一个立体的东西，好，由你来决定这样子。好，那同样的，这是方块，其他的部分呢，同学就自己来玩啦，因为那变化的太大了。同学等一下就开始上网找一个你喜欢的形状或什么。你就拉过来，把这个形状看能不能试着跟它，不是自己像老师这样乱画，好，找一个曲面的形状，有造型的形状，看能不能做出这个来。用基本的实体开始往这个方向做，好，开放给大家来做这一个短短的练习，哈。同学做到一半呢，就有一些很多想法，老师我本来是3×2×2，我想要某一边加一个点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可以的。它那个编辑指令上面有一个插入点，在中间靠左，插入边插入点，你只要按那个就可以在那条线网格线上再加一个点，这时候你就可以拉了。哦，那你不得了了，你可以拉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